跑啊！官差来了，要来发媳妇了，快点跑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还能不能让人过2天安静的日子了？天天就知道发媳妇儿，也不考虑一下我们光棍的感受。好不容易打个光棍，容易吗？我们就是我们凭本事打地光棍，凭什么给我们发媳妇？包菜，你特娘的在干嘛呢？赶紧起来跑啊！这是哪？刚刚还在路边大排档和朋友喝酒来着，后来对着电线杆放水被电了一下，怎么到这了？揉着自己模糊的双眼，看着周围一帮衣衫褴褛的老少爷们没命的奔跑，包菜知道自己穿越了。在这世，自己是个孤儿，跟刚刚踢自己的那个老光棍老钱是邻居。包菜，你小子能不能快点？等下被抓住，衙役硬塞个媳妇给你，到时可别怪老钱我没提醒你。老钱，干嘛要跑？包菜，你是不是睡傻了？官府又来发媳妇了。发媳妇？万恶的旧社会还有这等好事？老钱，发媳妇多好的事啊！我们干嘛要跑？领个媳妇回家生堆娃，他不香吗？你还真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要交税的，1人1年1贯钱的税，要命啊！这是。那我们就不领呗？怎么不领媳妇还犯法了？你说对了，还真犯法。通过和老钱的聊天，包菜知道这里是大唐贞观初年，多年战乱，男丁伤亡太大。据调查结果显示，全国男女比例达到了丧心病狂的1比60。这年头的光棍比3条腿的蛤蟆都难找。完了，前面被官差堵死了，跑不掉了。这次官差太狠了，竟然2头封堵，这是不给我们留活路啊！靠他姥姥的，老子都50了，这辈子都快过去了，没想到这临了竟然晚节不保，造孽啊！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拖拖拉拉的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被捉住？这下惨了，以后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看着一群姑娘越来越近，和包菜一起被堵住的几10个老光棍面如死灰，犹如见了狮子老虎一样，浑身颤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等下每人领1个媳妇，不领媳妇的直接送到边关充军。包菜，你小子记住了，等下要挑脸盘大、块头大、屁股大的。脸盘大带出去有面子，块头大干活猛，屁股大好生养。千万别领那些细胳膊、细腿、细腰肢的女人，那样的女人都是花架子，不顶事。钱没有，你瞎聊什么呢？快点的，轮到你了。你这老小子滑得跟泥鳅一样，前几次都让你跑了，这次说什么也别想跑。我就要他了。钱没有一边说一边拉着一个心宽体盘、4腿4柱的女人往外走。包菜立马觉得钱没有这次口味是真重，竟然选了大妈级别的。包菜，轮到你了。看到包菜走过来，一帮姑娘顿时眼前一亮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毕竟这年头像包菜这样年轻俊美、四肢健全的极品男子可不多。小郎君，选我吧，我粮仓大，以后不但孩子能吃饱，而且我还可以去做奶囊，赚钱补贴家用。小郎君，选我吧，以后家里的活我全干了，白天你啥都不用干。小郎君，我七舅姥爷家的3外甥女在花店干活，她私底下教了我不少，包你满意哦。兄弟，在下家中有一妹妹，长得是吧？年后就16了。这样，等下你就说这群姑娘没有你中意的，我把妹妹送给你，如何？你自己都说不出你妹妹的长相，不用说肯定是恐龙妹了。大哥，多谢美意，小弟也不是个挑剔的人，这群姑娘就挺好，小弟随便挑一个就成。看到包菜不给面子，衙役气呼呼地喊着：曹贤惠，你出来跟他走。包菜这小子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啊？这也太惨了，曹家可是得罪了王家呀，而且这个曹贤惠本身就长得胸无2两肉，要不然以他们曹家的家世，闺女怎么可能沦落到让官府指婚？可不是吗？这个曹贤惠是出了名的老大难，每个月都跟衙役出来好几次，这都快1年了，也没个男人愿意要他。这也不怪男人看不上他，瞧瞧他的腰子，还没我胳膊粗，这能生孩子吗？再瞧瞧他的腿，那么细，能有什么力气？最过分的是他的皮肤竟然那么白，稍微晒下太阳不得掉层皮呀，还咋下地干活？虽然众人都不看好曹贤惠，可是包菜觉得自己捡到宝了。就在包菜看着曹贤惠傻乐时，钱没有冲过来，直接踢了包菜一脚。哥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挑个脸盘大、屁股大的女人，你看看你挑的这是什么玩意？就是个花架子，能干活吗？老钱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兄弟就爱这一款。你看看你挑的那又是什么玩意？晚上你都得熄灯。行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钱没有说完，就领着他的悍妻往家走去。包菜也牵着曹贤惠回家了。嗨，这特么的能是家吗？相公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叙利亚风格。
我是说很原始的原始风格，嘿嘿。相公，实不相瞒，奴家的娘家做了点小生意，颇有家资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住在曹家，奴家养你。反正自己一穷二白，家里穷的连耗子进来也得哭着走。现在有现成的软饭，干嘛不吃？再说了，天底下还能有比软饭更好吃的饭吗？走，去你家吃。见老丈人去。慧儿，怎么样？有人要你吗？爹，女儿终于嫁出去了，看，这位就是女儿的相公。听到曹贤惠这话，曹老爹赶紧冲到包菜面前，上下打量着。不错不错，虽说长得不如我吧，不过这年头还有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年轻人，也是难得。相公，这是我爹爹。小婿包菜拜见岳父大人。慧儿，这就是你找的夫君。听到这话，包菜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走过来的是一个风情万种、徐娘半老的妇人。相公，这是我娘亲。小婿包菜拜见岳母大人。不错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，那也不瞒着你了。现在的生意不好做，各行各业都被大世家把持，我们这些小家族只能看他们脸色行事，尤其是隔壁王家，更是对我们曹家虎视眈眈。所以以后你要小心行事，万万不可得罪王家的人。还有，我们曹家是招女婿，不是嫁女。马德，这软饭看来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呀。岳母大人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那我就明说了。其实招不招女婿我不在乎，只不过生了孩子要跟我姓。不行，我们招女婿要的就是有后，孩子都跟你姓了，那还招什么女婿？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这婚事就此作罢。朝廷天天再发媳妇，我再去领一个就是。听到包菜这话，曹家人立马急眼了。婚事作罢，要命啊！这是我闺女虽然才华出众，但现在这世道讲究的可是屁股大，好生养。况且隔壁的王家对我们家那是虎视眈眈，除了这个愣头青，谁还敢娶我家的闺女？贤婿啊，别着急嘛，这种事就像做生意，凡事都好商量不是？岳父大人，你也是男人，你应该理解啊。咱作为男人，天天辛苦努力半天，最后生了孩子还得跟女方姓，你乐意？乐意啊。岳父我叫张安全，你岳母叫曹云熙，慧儿就是跟你岳母姓。哎，感情自己这便宜老丈人也是捡来的吧？岳母大人，既然我们各不相让，那我们不妨来打个赌。如果在孩子出生之前我能赚到足够的家业，那孩子就姓包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们今夜就入洞房，赶紧的，快去沐浴更衣，好耕地播种。慧儿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啊！小飞棍男呢？此时的曹贤惠也是一身新娘装扮，端坐床沿，唯一扫兴的是曹云熙也在。几个意思啊？丈母娘这是准备指点一二。岳母大人，你不觉得此时此刻你在这有点多余吗？你和慧儿还小，不会斗地主。我曹家没有丫鬟事先和你探讨这事，你府上也没有双亲指点，岳母怕你不懂，所以……我擦，原来你担心这个呀！这个丈母娘还真是贴心啊！快点出去吧，这事儿不用你教。好的吧，那你加油哦。就在包菜洞房花烛夜忙得不亦乐乎之际，同在万年县的一户深宅大院内，一个黑衣人正在一五一十地向他的主人述说今天衙役指婚的事。有没有查到那小子的背景？武侠镇的孤儿，毫无背景，而且脑子不大好，是武侠镇4大憨之一，比起长安城4大傻有过之而不及。竟然找了个窝囊废傻子女婿，就按原计划行动，这次一定要拿下曹家。包菜啊，昨夜辛苦了，来把这碗汤给喝了。这是岳母亲手为你熬的红枣枸杞牛鞭汤，还有这盘韭菜炒羊鞭，你也多吃点。今天晚上继续，岳母可是等着抱孙子呢。岳母大人，小婿还年轻，不需要，让岳父喝吧，毕竟岳父他年纪大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孝顺，别担心，还有呢。说着就端了一大盆红枣枸杞牛鞭汤送到张安全面前，汤盆中还飘着一整根牛鞭和一层韭菜。要命啊，今天还来！赶紧喝了，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，朝廷不准杀牛，牛鞭可是稀罕物。这2根牛鞭可是我花大价钱托对门童掌柜弃就老爷家的3外甥女的老爷家买的，整个长安城也只有他家有。听说他们家的牛经常撞墙嘎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哎，看来这上门女婿也不好当啊。吃了饭后，包菜到县衙领了婚书，县衙还给了100文赏钱。回家的路上，包菜都在想着做什么生意好呢？自己可是跟人家打赌了，孩子出生之前一定要赚足了钱，不然孩子就跟人家姓了。卖石蜜了，卖石蜜了！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我的石蜜甜蜜哦。这个石蜜就是经过太阳暴晒后形成的原始蔗糖，在华夏大地，世人吃的一直都是黑糖，直到宋朝才有白糖的出现。对啊，现在还没有白糖呢。物以稀为贵，只要有了别人没有的白糖，还怕赚不到钱吗？掌柜的，这石蜜怎么卖？客官，我这石蜜分3种，
左边黑色的卖20文一斤，中间红色的卖100文一斤，右边黄色的卖200文一斤。这是颜色越浅就越金贵的意思啊！如果我整出白色的，那岂不是可以卖出天价了？卖石蜜这厮也是机灵人，看到包菜听到价格不吱声，就开口继续说道：客官，其实这红色和黄色口味差不多，不注意根本就吃不出。客官，要不来2斤这红色的？掌柜的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买不起黄色的？哎呦，客官，误会了，小人哪里会有这心思啊？算你识相，给我来5斤黑色的。片刻功夫，包菜口袋里的100文钱就变成了5斤黑糖，在手中滴溜着。这时，一个大户人家丫鬟装扮的姑娘也过来买石蜜。掌柜的，今天这石蜜品质不行啊，有没有更白一点的？姑娘，这黄色已经是最好的石蜜了，你可以满长安城找找看，还有比我这品质更好的石蜜吗？那行吧，5斤黄色石蜜。看着那姑娘滴溜着5斤黄色石蜜离开，包菜紧紧地跟着。路过一个无人巷口时，包菜赶紧喊着：姑娘，等一下。听到包菜这话，那丫鬟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子说道：你想干嘛？这石蜜是帮主人家买的，你可千万别抢。姑娘，误会了，在下就是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想买白色的石蜜啊？公子，你就是问这事啊？白色的石蜜谁不想要啊？只要公子你有，就送到长安东城宋国公府上。我家小姐最是喜欢石蜜，颜色越浅越好。宋国公，萧雨，这可是大唐顶级大佬，有的是钱。不得不说，到时候得狮子大开口。多谢姐姐提醒，姐姐贵姓？都是为奴为婢的人了，哪里有什么贵不贵的？大家都叫我桃子。桃子姐，明天我就带白色石蜜去宋国公府找你。包菜也没耽搁，直接出城来到老家武侠镇。自己老家虽然破烂不堪，可是黑糖脱色，不管是用黄泥还是草木灰，那都是一点也不缺。经过包菜一阵捣鼓，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。忙完后，包菜就出门准备去看看老钱婚后生活过得如何。快起床吧，趁着日头不烈，赶紧下地干活。干活这事我去就行，你在家歇着也好，记得把包菜家地里的活也干了。那小子运气不好，找了那么个婆娘，看他们那样子就不是干活的料，我们得帮衬一二。这还用你说？奴家晓得。嘿，钱没有这2口子够意思，等我发达了，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包菜，快来喝酒。阿爹，这不妥吧？会儿还没回来呢。包菜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男人怎么能等女人呢？你们男人就是我们女人的脸面，不用等会儿。你们先喝，我再去给你们爷俩张罗2个下酒菜。还是这万恶的旧社会好啊，这特么的才是男人过的日子。包菜和张安全翁婿俩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直到天色擦黑，曹贤惠才回来。惠儿辛苦了，今天生意如何？阿娘，今天运气大好，当铺做了桩大生意，有个人过来当一株千年野山参，足1斤重。1斤重的野山参，我尼玛，这是要成精的节奏啊！娘子，既然做了大生意，那就更得早点回来了，怎么还能这么晚？相公，没办法呀，人家先是打好招呼，然后回去拿山参，直到天色擦黑才过来。听到曹贤惠这话，包菜顿时感觉不妙，还没等包菜开口一问，丈母娘曹云熙就悠悠地说道：惠儿，这可都是包菜的功劳，我们女人啊，就得需要男人的滋润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。赶紧吃饭，吃饭后继续去斗地主，说不定明天还能再做桩大生意。包菜酒还没喝透，就被丈母娘给推去房间。包菜赶忙回老家，拿出昨天脱色中的黑糖，打开包裹，发现效果非常不错。雪白的糖霜跟小姑娘脖子一样白，去掉杂质，至少还有4斤多洁白的糖霜。哇，这下我要发财了，赶紧拿东城去卖了。出来院门，包菜发现老钱带着媳妇扛着锄头，正准备下地干活。包菜，你小子这2天跑哪去了？你媳妇呢？家的地你也不管，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赶紧的，跟我下地干活。老钱，我的地不种了，我准备做生意。对了，我现在一直住在老丈人家，以后会很少回来。包弟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古话说得好，饿死不供丈人舔。我知道你老丈人家在城里颇有家资，可是那毕竟是外人的，咱们男人得有骨气，怎么能靠着老丈人过日子呢？老钱，你说什么呢？谁靠着老丈人过日子了？我正在做生意，等我赚了大钱就在城里买院子，到时候你跟嫂子也别种地了，都跟我到城里去做生意。包菜，嫂子可记着你今天说的话了，等你发达了，如果敢忘记今天说的话，老娘我就吃住都到你家去。我擦，妥了，这嫂子可以，泼辣的很，适合做生意，以后少不得让这嫂子抛头露面的帮自己照看生意。嫂子，你放心，
小弟我说到做到。别做白日梦了，赶紧下地干活去。看着钱没有带着钱大嫂走远，包菜也赶紧往城东宋国公府赶去。干嘛呢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是你能来的吗？两位大哥，小弟包菜，包子的包，菜鸟的菜，和桃子姐约好了的，麻烦大哥通报一声。你先等着，老子去给你通报一下。1刻钟后，那个小厮一脸陪笑的带着桃子走了过来。是你啊？怎么了，小弟弟？你真的有白石蜜？桃子姐，你看。哦，还真是糖蜜啊！这么白的糖蜜，你准备卖什么价呢？桃子姐，本来小弟是准备开价的，不过既然是桃子姐你要买，那这价就桃子姐说了算。小弟弟，你等会儿哦，我回去问问老夫人。看着桃子捧着糖霜进府，包菜一点也不担心，人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怎么可能会贪自己这点糖霜？又过了1刻钟的样子，桃子回来了，手里还提溜着一个钱袋子。弟弟，老夫人说了，这糖霜不错，以后如果还有，都送到府里来，老夫人高兴，给你按1贯钱1斤。你那包糖霜4斤半重，第一次做生意就按5斤算，弟弟可否满意？卧槽，发财了，妥妥发财了！20文钱1斤买的，1贯钱1斤卖，这特么的是50倍利润啊！满意，太满意了，多谢桃子姐赏饭吃。包菜接过桃子手中的铜钱后，又拿出100文递给桃子。桃子姐辛苦了，本来想请桃子姐你吃顿饭的，可是桃子姐你这么忙，小弟就不陪你了。这点小钱，桃子姐你拿着。弟弟，以后再有糖霜，记得还来找姐姐哦。府里忙得很，离不开姐姐，姐姐就不陪你说话了。桃子姐慢走，下次小弟有了糖霜再来啊。包菜说完也转身离去，这次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到隔壁街道上以500文钱1个月的价格租了个店面，然后就出去买了一堆黑糖。等包菜忙完一切，身子骨都快散架了。不行，一个人太累了，要是老钱在这就好了。这老伙计实在是块干活的料。他媳妇虽然长得不敢恭维，可是就冲那股泼辣劲，照看店铺绝对没问题。想到这，包菜也不耽搁，赶紧出城往老钱家赶去。老婆子，我兄弟来了，你赶紧把外衣穿上。穿什么？屋里这么热。再说怕什么的，都是自家兄弟，看急眼怎么了？包菜还没吃饭吧？快来，这窝窝头是你嫂子新蒸的，热乎着呢。老婆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把那几个咸鸭蛋给煮了。哎，这老哥哥真是不错。大哥大嫂，别忙活了，从明天开始地别种了，你们跟我进城去。包菜，你别吹牛，地不种了，我们吃什么？跟你进城喝西北风吗？听到老钱这话，包菜也不废话，直接掏出装有200文钱的钱袋子丢了过去。哦，老钱，你那5亩地收种1年的利润有这么多吗？我擦，这小子不会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吧？看着包菜丢过来的铜钱，老钱2口子顿时眼前一亮。钱大嫂把钱袋子抢过来，死死地攥着。老婆子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这么不客气？这是兄弟的钱，我们怎么能要？老钱，你不是嫌弃我的肚肚不好看吗？明天我就去扯点布，重新做一个。那也不能要这么多，快还给兄弟。虽说我和包菜情同手足，可是自古以来就是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留下10文钱就足够了。老钱，这钱是给你和嫂子提前发的工钱。我在城里开了间店铺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们进城给我照看店铺，以后每个月的工钱绝对比这多。我们都进城了，那地里的庄稼怎么办？看到老钱一直惦记着那几亩地，钱大嫂顿时母老虎上身般的喊着：老不死的，你脑子进翔了呀？就你那几亩地能收多少庄稼？兄弟现在需要帮忙，都求上门了，你竟然还推三阻四的，还是亲兄弟吗？还有亲情吗？还讲感情吗？嘿，这大嫂脑子转得挺快啊，明明是我照顾他们，这一转眼就变成是我求他们了。老钱这厮就吃这套，顿时爽快地答应明天进城去帮忙。听到老钱同意进城，钱大嫂顿时乐得波涛汹涌。包菜，你和你大哥先聊，嫂子这就去镇子上买坛酒，等下你们哥俩喝点，再买2下酒菜，水煮花生米和黄豆粒就成。1刻钟后，钱大嫂提着1坛米酒和1包菜回来，不但有花生米和黄豆粒，竟然还有2个大猪蹄子。钱大嫂把2个猪蹄子分给了哥俩，还把酒倒上，自己依旧拿着窝窝头就着萝卜干啃着。哎，看着凶神恶煞的钱大嫂，没想到心底这么善良。老婆子，今天你干活也出了不少力，我这猪蹄子也吃不完，分你一半。老钱一边说，一边把猪蹄子掰2半，分了一半给钱大嫂。嫂子，中午我刚吃了羊肉，那玩意太顶，此时此刻还腻歪得很，这猪蹄子我也吃不完，你干了1天的活了，这一半也给你。看到包菜把半个猪蹄子送过来，钱大嫂哪里肯要。包菜，你这是干嘛？这猪蹄子本来就是买给你们哥2下酒的，你哥分给我还说得过去，你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嫂子，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年幼丧父，后来又丧母，
能活下来全靠钱大哥帮衬。老钱是我亲大哥，你就是我亲大嫂。俗话说得好，长嫂如母。别说我分你半个猪蹄子，就是跪下给你磕2个响头，你也收的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就别计较这些了，快吃吧。听到包菜这话，钱大嫂也不扭捏，直接抱着猪蹄子就啃，吃的那叫一个香。钱大嫂啃着啃着就哭了，越哭越凶，最后竟然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。老婆子，怎么了？这猪蹄不好吃？嫂子，是不是猪蹄变味了？老钱，走，找那卖菜的。马德竟然敢骗嫂子！老钱，包菜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这是我第1次张婚新，我在家排行老大，因为我胃口大，长得丑，家里人都不待见我。自从前几年弟弟娶了媳妇，我连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天天都是和门口大黄一起吃饭。你们看我是不是像个老太婆？其实我还不到30岁呀。现在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……哎，这都什么世道，哪里会有这么狠的爹娘？媳妇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绝不负你，只要我们家还有一口吃的，那绝对是进你肚子里。老钱，以前我总觉得我命不好，不该出生在这世上，到现在遇到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的好日子在后头。我不怕吃苦，不怕过苦日子，我就怕别人不把我当人看。听着老钱2口子不停地撒狗粮，包菜清清嗓子嚷道：哎，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还喝不喝酒了？想腻歪也等我走后吧。听到包菜这话，老钱2口子才松开彼此。嫂子，要不要一起喝点？好啊，说着右脚往凳子上一担，抱着酒坛子就要跟包菜和老钱拼酒。包菜一口米酒下肚后直皱眉，这味道酸不拉几的，真是难以下咽。马德，等腾开手，这酒的生意得做。强忍着喝了一口后，包菜拿起半个猪蹄子咬了一口。我去，这猪蹄子骚不拉几的，也是难以下咽。这时包菜突然想到，历史上大唐妇人是不吃猪肉的，只有穷人才吃。不为其他，只因为这时的人还不懂得阉割猪，猪不阉割跟后世的种猪一样，那味道怎么吃？等腾开手，这养殖业也得整起来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包菜喝的那是头晕脑胀。老钱那厮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躺到桌子底下去了。看着钱大嫂跟老鹰抓小鸡仔一样的把老钱拖进房间，包菜吓傻了。我去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赶紧溜了溜了。包菜回到曹家，发现曹家一家3口都愁眉苦脸的，尤其是媳妇曹贤惠，脸色阴沉的都快能滴出水来。看着空荡荡的饭桌，别说牛鞭汤了，就连饭也没烧。慧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这都是生意场上的事，你也不懂，就别问了。对了，吃饭了没有？阿娘去给你煮饭。我吃好饭了，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慧儿，你说到底是什么事？郎君，你就别问了，真没什么事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哦，估计是老丈人功力不行，正和丈母娘闹矛盾呢。嗨，这点破事我就别掺和了。包菜直接回房间倒头就睡。第2天起床后，包菜发现不但曹贤惠不在家，就连老丈人丈母娘也不在，因为昨天叫了老钱过来帮忙，所以也顾不得原因，就往店铺赶去。包菜，你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说好的今天一大早我们就进城给你帮忙，结果这都快中午了，你才过来。昨天喝的有点多，睡过头了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包菜，这就是你做的生意？嫂子，这还用问吗？咱以后就吃这行饭，这可是暴利生意，很赚钱的。一直跟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的钱大嫂，太知道这血一样的白糖意味着什么了。这世上还有这么白的糖啊！以前在娘家，过年过节家里都会买半斤黑糖给弟弟吃，我是眼巴巴的看着，就希望能掉点碎渣在地上。嫂子，吃当饭吃都成，以后只要想吃糖那就吃，咱自己家的东西不要有顾忌。听到包菜这话，钱大嫂赶紧捏了一小撮白糖放入嘴中，这一刻她陶醉般的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无法自拔。嫂子，等下我带着大哥去送货，你就留下来看店。这白糖1贯钱1斤，概不还价。本来还想接着吃糖的钱大嫂，听到包菜说白糖1贯钱1斤，立马不舍得吃了。包菜，这1贯钱1斤是不是太贵了？我们5亩地1年的收成也没有1贯钱，这能有人买吗？嫂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赚的是有钱人的钱，他们在乎的是这白糖品质如何。老钱，扛1袋子糖跟我去送货。好嘞。不得不说钱没有力气是真大，一大袋子糖扛起来跟玩儿似的。喘息间就到了国公府。姐，我又来给你送糖霜了，这次的品质比昨日的还好。弟弟，老夫人说了，这1袋子糖我们府里全要了，只不过明天别送了。
这糖再好也不能当饭吃，不是？姐，我在隔壁那条街开了家店铺，以后姐派个小厮过去说声，弟弟就给姐送来。闲扯完毕，钱没有就配合着门口的小厮开始称糖。弟弟，你看是105斤，这应该给你105贯钱财，你等着，我去找老夫人拿钱。看到桃子准备离开，包菜赶紧喊着：姐，这明明是100斤，哪里来的105斤？100斤不可能啊，别人都是往多了要，这小子怎么往少了要呢？弟弟，来，我们再称一次。姐，不用称了，就是100斤，那多出来的零头就送给姐姐。弟弟，这不好吧？这可是5斤糖霜。姐，我们姐弟之间哪来什么好不好的？你赶紧去帮我取100贯钱来就是。看到包菜不像是开玩笑，桃子这才满面春风的往后院走去。桃子走后，包菜又从口袋里掏出2包半斤左右的糖，递给门口的2个小厮。2位兄弟，这个拿着。兄弟，我这是小本经营，也没多大利润，分量是少了点，但是这东西就是尝了味，咱也不指望这当饭吃，不是？兄弟，这不好吧？我们怎么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咱们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啥？以后指不定谁帮谁呢。哥，你说是吧？兄弟，你说这话我不跟你犟，咱们以后就是亲兄弟，有难处你说话。2句话没说完，就扯到了下三路，什么府里哪个丫鬟最大啦，长安城哪个花楼里的姑娘最带劲啦。聊得正起劲的时候，桃子带着钱没有带着很多钱走了过来，大家意犹未尽的相互道了个别，包菜就带着钱没有和钱往糖店赶去。包菜，那可是5斤糖霜5贯钱啊，你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呢？老钱，咱们如果想赚钱，就得先学会花钱。你想啊，这糖霜这么金贵，他肯定得出去显摆啊，就会送点给别人尝尝。那又怎样？他送人跟我们做生意有什么关系？哥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桃子虽然是丫鬟，可是她能够有权称称，又有权付钱，说明她在府里混得相当不错。她的朋友肯定也是别的大户人家混得可以的丫鬟，她把这糖霜送给别人尝尝，那她的朋友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了。这是做广告，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。哎，这钱看着好赚，可是这里面的弯弯绕真多。当包菜他们赶回糖店时，门口围了好多人，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么高品质白糖，而大户人家的小厮们则都争先恐后的买了一些回去。不一会儿，昨天做出的200斤就卖空了。包菜，嫂子算是小刀捅屁股开了眼了，1贯钱1斤的糖霜，他们都是10斤8斤的买，200斤糖霜一下子就卖空了，这才哪跟哪呀？虽然现在的大唐很穷，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，可是有钱人那是真有钱。哥，嫂子，今天我们卖了300贯钱，现在钱就在你们面前，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我去，这能是做生意的人？做生意不都是抠搜搜压榨伙计的吗？包菜，这不好，这都是你的钱，我们就是给你干活的伙计，怎么能要你的钱？嫂子，你和我哥是大掌柜级别的，这样听我的，你和我哥1个月的工钱就10贯。钱没有跟做梦一样，这才1夜，自己就成了1个月5贯工钱的大掌柜的了。哥，你现在拿着钱财去买黑糖，多买点。自己店铺就是卖糖的，还是品质上佳的糖霜，现在干嘛还去买黑糖？这不是扯吗？老钱，包菜让你去，你就去，愣着干嘛？在包菜和钱大嫂的催促下，钱没有跟大水牛似的来来回回的带着钱财出去，背着黑糖回来，几个时辰就囤起了几百斤黑糖。哥，嫂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也不瞒你们了，我的白糖就是用这黑糖做出来的，来，我教你们怎么做。包菜，这是你独家秘方，怎么能告诉我们？我们现在就上楼，你去做，明天我们继续给你卖糖就是。哥，嫂子，以后我会很忙，这店铺会交给你们打理，以后可是需要你们挑大梁的，都是自家人，还能信不过你们不成？说完，包菜就将制作白糖的工序事无巨细的交给了钱没有2口子。先是这样，再那样，最后这样，结果就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先走了，拜拜了你了。包菜到家后，立马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中药味。阿爹，怎么了？怎么有药味？哦，是不是丈母娘怀孕了，在喝安胎药？恭喜岳父大人老当益壮，宝刀未老。包菜，你瞎说什么？这药不是我媳妇儿喝的，是你媳妇儿喝的。我媳妇喝的，曹贤惠喝的安胎药。马德，这才几天啊，就怀孕了？难道是买一送一？阿爹，惠儿她怀孕了。你小子说什么呢？怀什么孕？你才成亲几天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能怀孕吗？是惠儿病倒了。不可能啊，昨天不是好好的吗？听到张安全说惠儿生病了，包菜哪里还有心思搭理老丈人，赶紧往房间跑去。刚到房间门口，包菜就听到丈母娘在安慰媳妇曹贤惠：惠儿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尔虞我诈，哪里有不上当的，咱不往心里去啊。娘，整整1万贯钱财，那是我们曹家所有的家底，等到债主上门讨债时，
我们这房子都得给人家，到时候我们就无家可归了。唉，老天不开眼啊！怎么让我们遇到了这事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还要瞒着我吗？相公，我上当了，那株1斤重的老山参是假的。那天听慧儿说起1斤重的老山参，就隐约感觉有问题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娘子，你不要哭，我来想想办法。完了，我把这个家给败了，这事怨不得别人，是我自己看走了眼。相公，我们曹家完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当然会，我娶你又不是看中你家的家业。慧儿，你仔细说说当时的情况，我要知道详细的经过。那天吃过早饭，我刚到当铺把门打开，就有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人过来问我收不收1斤重的野山参。然后呢，他直接把野山参给拿出来了。没有，他没有直接拿出来，说野山参太贵重，放在家里，让我等着他回家拿。就这样，我从天亮一直等到了天黑，那人才把野山参给拿过来。这就对了，他是故意的。他早上先让你知道他有1斤重的野山参，然后让你等一天，等你着急了，再把野山参拿过来，让你失去冷静。还有一个，等天黑后，光线不足，你不容易看出野山参是假的。相公，你是说他故意想算计我？没错，而且他是盯你很久了，这是有预谋的算计。到底是哪个王八蛋敢算计我们曹家？别让我知道，如果让老娘知道了，一定去把他家的锅底给砸通。慧儿，据我所知，这1斤重的野山参可不便宜，你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铜钱来，是不是有人借钱给你？没错，隔壁王掌柜主动借了8000贯钱财给我，才凑足了1万贯。他要用我曹家的所有店铺、房舍、土地做抵押，以1个月为期。慧儿，你又不是第一天做生意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人家为什么绕一个大圈子和你做生意？他直接把野山参当给王掌柜的，岂不是更省事？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是害怕他们搭上伙了，把我踢出圈子，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和他们签了文书。实锤了，绝对是有预谋的行骗。马德，隔壁老王可以啊，把人性给摸得熟熟的。慧儿，你好好休息，这事不用担心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妻子得了大病，都快死了，丈夫却把1根千年野山参丢到火里当柴烧。不，围观的众人也都替他妻子不值。不漏天逢连夜雨，竟然找了这么个女婿，我养了10几年的鬼呢，白瞎了。郎君，这就是你说的替我报仇吗？是啊，既是这个千年野山参害的娘子，那我就把她给烧成灰。包菜刚说完，曹贤惠顿时眼前一黑，自己这个便宜媳妇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而此时，人群中一个满腹油膏、贼眉鼠眼的奸商躲在角落，用毒辣的眼神盯着曹家店铺发生的一切。王掌柜的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。王不仁就把包菜烧野山参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听完事情经过之后，赵无德立马炸毛了。什么？你说曹家把那野山参给烧了？老赵，你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去找曹家赎回山参，那会是怎么样的场面？哦，王掌柜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就是去赎回山参。你的野山参是当，不是卖。他曹家得讲道理，不能付1万贯铜钱就把咱价值几万贯的野山参给吃了吧？听到这，赵无德是太佩服王不仁了，就冲这脑子，自己不服都不行。王掌柜的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抓紧时间，只要速度够快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如愿以偿。此时曹家当铺这边，包菜还在焦急地等待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来？难道没想到这茬？不应该啊！这么粗浅的道理，他们怎么可能想不到？都是一帮狼心狗肺之人，不会不落井下石的呀。马德还是大世家呢，反应速度也太慢了吧！就在此时，包菜看到王不仁又走进了人群里，他知道好戏要开场了。果不其然，在王不仁过来没多久，赵无德就赶着马车拉着铜钱过来了。曹掌柜的，还记得我老赵吗？我来赎我家祖传的野山参了。听到外面这声音，曹贤惠立马觉得天塌了，难道自己错了？那山参是真的？天哪，刚刚包菜都干了什么？曹掌柜，连本带利12000贯铜钱我带来了，快把我的家传野山参拿出来。听到赵无德这话，围观群众顿时傻眼了。哎呀，人家来赎当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刚刚他们已经把人家的野山参给烧了啊！就是啊，曹家造了什么孽啊？竟然找了这么个败家女婿，如此沉不住气。要是他能稍微沉住点气，也不至于闹到这般田地。哎，这下好了，找家晚了。赵掌柜，你当真是来赎当的？哈，过一会儿，你们曹家就该改名了。曹掌柜，当初我把家中祖传的千年老山参以1万贯的价格当给你，大家都知道1斤重的野山参可不止1万贯。我们签的是活当，按照规矩，我是可以赎当的。你看，
连本带利12000贯铜钱我都带来了。曹掌柜，我的祖传野山参呢？拿出来吧。听到赵无德这话，曹贤惠幽怨地看着包菜，恨不得生吃活剥了包菜。包菜知道自己表演的时刻到了。赵掌柜，实不相瞒，我娘子今天身子有恙，现在曹家当铺由我说了算。你就是曹家新找的女婿，真是一表人才。瞧瞧这鼻子长得和正常人一样，还有这腿也是2根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我擦你妈！这厮名字取得真应景，也太他妈的缺德了吧！看到包菜不吱声，赵无德继续说道：“我是和曹掌柜做的生意，与你无关。曹掌柜前几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身体有恙？”赵掌柜，这不是与曹掌柜成亲了吗？在下不才，又有特长，在下年轻，没有经验，一时没忍住，用力过猛，这才用坏了。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呸！流氓！马德，都说老子不要脸，现在和这小子一比，老子是太要脸了。不就是比谁不要脸吗？从明天开始，老子就不洗脸了。好好好，这是我和曹掌柜签的当票，你看看。包菜接过来，象征性的看了一下。赵掌柜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说，识不识字？当票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看清楚了，是先交钱后交货。你钱都还没交呢，我怎么能给你货？看到包菜如此能扣字眼，赵无德懵逼了。哎，你小子倒是做生意的料，以后定能干一番大事业。我钱财都带来了，你点点。哦，张安全便开始清点钱财。包掌柜的，怎么样？铜钱没错吧？没错，赵掌柜做事公道，在下佩服。这钱你也收了，在下的祖传老山参呢，拿出来吧。听到赵无德这话，众人都期待的看着，那种幸灾乐祸之情比刚刚更盛。包菜也不含糊，直接转身走进当铺，然后拿了一个锦盒出来。赵掌柜的，您的祖传千年老山参来喽！听到包菜这话，众人下巴顿时被惊掉一地。千年老山参啊，刚刚才给烧了，现在咋又拿出一个？看到包菜信誓旦旦的样子，赵无德立马慌的一逼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包掌柜的，当初我和曹掌柜签当票时，为了防止以后有人以次充好，留了一手。我这当票背面的朱砂印记你看到了吗？那是用你们当铺的印章隔着老山参须知印的，这可做不了假。”包菜一点也不担心，直接打开锦盒，一个体型硕大的人参赫然出列。看到这，赵无德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。马德，隔壁老王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没有诈的吗？这特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赵掌柜的，来吧，把你的当票拿过来，我们对照一下，看看这是不是你祖传的千年老山参。拿来吧你！包菜也不墨迹，直接上手把赵无德手中的当票给抢了过来，往人参的支须上一顿。确认无误后，就冲赵无德说道：“赵掌柜的，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你家的祖传之物？”面对包菜咄咄逼人的态势，赵无德只能心不在焉的说道：“是，这正是老夫的祖传之物。”看到这，一些精明的人已经猜出包菜今天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何。高啊，千年无人可解的难题，竟然被一个黄毛小儿给破解了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嘎在沙滩上。曹家时来运转了，竟然觅得如此佳婿，羡煞旁人。听到众人的赞美声，曹家三口子心里甜甜的，比吃蜜蜂屎还甜。看到赵无德愣在当场一动不动，包菜就笑着说道：“赵掌柜的，现在物归原主，你还不拿着你的祖传之物回家？”不可能，没理由的。你刚刚明明烧了野山参，现在怎么可能还有？赵掌柜何出此言？刚刚我烧的是假山参，我刚入行，眼力不行，前几日赔了100文钱收了猪假山参。赵掌柜这祖传之物可是真的，我怎么能烧呢？白萝卜扔火里烤一烤，就卖出了千年老山参的价格，却没有人说他发横财，一个个都还夸赞他是个老实人。嗨，这天下的人要是都像包掌柜这样就好了。恭喜老夫人捡了个乘龙快婿，另去之财通硕古今，羡煞旁人啊！包菜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曹家这次怕是要家破人亡。你是有本事的人，我们之前的打赌作废，以后不管生多少孩子都跟你姓。不作废又怎样？难道你还以为你能赢吗？阿娘，你本就赢不了。想必你们也听说过雪白糖霜的事了吧？听说那石蜜白的跟3-9寒冬的雪一样。阿娘，那生意是我做的。相公，你说那糖霜的生意是你做的？是啊，这不糖铺刚开，当铺就出事了，我就把糖铺交给我兄弟2口子打理。不行，包菜还年轻，看人不准，
我得给把把关。包菜，你也没有家人，就只有邻居哥哥嫂嫂，得请他们到家里吃顿饭，认门，不然别人会说我们曹家不懂礼数。哦，阿娘，你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我就去请。哎呀，媳妇，以前听说数钱能数到手抽筋，一开始我还不信，可是现在信了，因为我手抽筋了。不行了，我手也抽筋了，这赚钱也太快了，这才多长时间了，1万贯钱财就到手了。哎，咱这兄弟可以呀，别的不说，这胆气就让我佩服，这么多钱啊，就算送给我，我也不敢要。你是什么料？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？丢人拉巴的！哥哥嫂嫂，钱不是你们这样数的，直接用称称，那样比较快。哦，上称称，这得多好啊！不过想想也是，要不然还得专门雇人数钱，那不扯了吗？哥哥嫂嫂，我老丈人家事情搞定了，想请你们到家里吃个便饭。行，明天店铺中午休息时我们就过去。话传到，包菜就着急忙慌地往家赶去。包菜，赶紧吃饭，岳母给你熬了老母鸡汤，多喝点补补。这丈母娘够意思，得好好孝顺一二。吃了早饭，曹云熙又给了包菜5万钱后，包菜，等下你留意一下门口，我昨天向程家订了5斤牛肉，一会他们府上会送5斤牛肉过来。阿娘，我有钱，等下我付了就成。包菜在门口没等一会儿，就看到一个人高马大、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提着一大块牛肉走了过来。哦，这难道就是后世中说的大唐新手村村长马德？不容易啊，都穿越过来多长时间了，终于找到组织了。这可是曹府，是不是你们订的牛肉？程公子久闻大名啊。我可不是什么程公子，我只是程府里的一个小厮。不会吧，你们程府啥条件啊，连小厮都吃得这么壮？你们曹府不也一样，隔3差5的就买牛肉？你们订的是5斤牛肉，我给你带了10斤半，等下你付10斤的钱，那半斤算是送的。这也太多了吧，10斤牛肉我们也吃不完。兄弟别啊，哥哥再给你个优惠，你付9贯就成。这牛肉可是稀罕物，要不是因为我家的牛今天早上喝水呛死了，你有钱都没地买去。不过这事你可不能说出去，对外你只能说是5贯钱买了5斤。这是为何？我们一见如故，我也不瞒你了，哥哥最近手头紧，急需用钱，我特意偷了5斤多肉送过来，这5贯钱我要上交的，剩下的4贯钱可是见不得光的。卧槽，这厮生不逢时啊，如果出生在后世，妥妥做领导的材料。看到包菜迟迟不开口，那黑壮汉顿时急了。兄弟8贯，这已经是血亏的价格了，不能再降了。不行，自己人生地不熟的，必须跟这4大好交道。这是10贯钱，这2贯就当是我们交朋友，那多出来的半斤牛肉就当是你与我交朋友了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你赶紧称称牛肉的重量，我有事着急走。不用称了，你的为人我信得过，只是以后在买牛肉上哪里能找你？再买牛肉就到长安主城卢国公府找程大公子。实锤了，卢国公府大公子不就是这厮吗？临近中午，新女婿的哥哥嫂嫂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曹家肯定是要出门迎接的。包菜也换上了新皮肤，包菜远远看到前面有2口子真够意思，瞧瞧人家那装扮，都是新衣新鞋，还买了不少礼盒衬手，很是给自己长脸。尤其是钱大嫂还使了胭脂水粉，那可是不要钱的往上涂，就像那被霜打的驴屎蛋子，白底黑边，很是应景。阿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嫂子，哥嫂子，这是我岳父岳母还有媳妇。听到包菜的介绍，双方立马奉承着。钱大嫂夸曹云熙年轻貌美，不像是丈母娘，活脱脱的大姨姐。曹云熙夸钱大嫂心宽体盘，宅心仁厚。走走走，咱进去边喝边聊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曹家3人把钱没有2口子送到门口。包菜可不一样，这是自己哥哥嫂嫂，得继续送。包菜，你一直住在曹家可不行，以前没钱就算了，现在咱有钱了，得买宅院搬出去，不然你就是生意做得再大，那也是给人家曹家挣的。哎，自己还是太年轻啊，这么粗浅的道理竟然还要大佬粗钱没有提醒，真是失败。老钱，你说的不错，明天我就出去找院子。接下来几天，包菜就一直到处看房子，一连看了好几天，终于在长安主城看中一处3进3出的院子。掌柜的，这宅院确实不错，可是毕竟还需要打扫不是？价格可否再优惠一些？公子，这价格真不高。你这样，隔壁那间小宅院是我家主人后来另建的，虽然只有这院子1成大小，可是这地段好啊，你再加200贯钱财，那间也一并卖与你。对啊，小院子可以给老钱住，就在隔壁，以后还是邻居。况且有这宅院1/10大小的院子，人家要200贯也不多。成，你既爽快，那我也不扭捏了，就5200贯，一大一小我全要了。回到曹家，
包菜把自己买院子准备搬出去的事给说了，曹家3口人惊呆了，尤其是丈母娘曹云熙更是焦急万分。包菜是不是岳母和岳父做的不够好？哪不好你提出来，我们改。阿娘，没有的事，你们待我如己出，哪里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只是这世上哪有一直住在老丈人家的女婿？您和岳父一起跟我们搬过去，到时候我们还是住在一起。听到包菜这话，曹云熙略微思考一下，也没再说什么。走，我带你们看看新宅子去。太带着丈母娘一家人开始视察新宅院，丈母娘他们太兴奋了，起劲得很，甚至都已经在议论自己住哪个房间了。前院看完，众人又来到了后院。就在包菜慢悠悠走着的时候，后院传来了曹贤惠惊讶的声音：呀，这还有白蝶花呀！白蝶花，这不就是后世的棉花吗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历史上唐朝可是还没有棉花的，众人穿的衣服都是麻布和丝绸，可是不管是丝绸还是麻布，那都不保暖，所以古时候经常有冻死人的事。现在如果能种出棉花，那得赚多少钱啊？是能救多少人啊？当包菜赶到后院时，顿时惊呆了，满院子都是棉花，杂乱无章地长着，显然是长期无人管理，自由生长。现在夏季正是棉花长得茂盛之际，核桃大小的棉朵绿油油的，很是喜人。没错，这就是白蝶花，一直都是生长在西域的。我小的时候见过一次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。好东西啊，这可真是好东西。包菜，这宅院大是挺大的，可是长期无人居住，太乱了。明天我们找人过来打扫一下，这白蝶花留几株看看就行了，其他的全砍了，省得占地方。全砍了？这败家老娘们说什么呢？不行，其他的随便砍，这白蝶花一株都不能砍，要好好看管，我有大用。几大坛子米酒倒入大铁锅中，然后用大价钱买来的铜板盖住，再用大火烧锅。随着米酒被烧开，当水蒸气上升遇到锅上面的铜板时，立刻凝固成水滴，然后经导流管滴落在事先准备好的酒坛之中，渐渐的一坛高度数的蒸馏酒就做好了。应该也有50度的样子。虽然没有后世的那些勾兑酒香，可就冲这劲头，也绝对秒杀三乐江了。但是想到现在是大唐贞观初年，李老二刚刚登基，处处都得看世家的脸色行事。虽然朝廷现在明面上是禁止酿酒，但世家和官府那些人勾结做酒水生意，我要想做这生意，就必须要找敢和世家作对的人合作才行。这时你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唐新守村领导班子，但要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？那帮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二世祖，肯定是在夜店。他们可是号称不是在夜店，就是在去夜店的路上。对，去春秋楼碰碰运气。就在你出门还没走几步时，那天上门卖牛肉的大黑壮汉来了，后面还跟着3位壮汉。你小子怎么搬到这了？可是叫我们一顿好找。马德，这几个屌毛怎么上门了？程公子，是你啊？找我什么事？老包，别废话了，我们给你送牛肉来了，外加1根牛鞭。这不大好吧？牛肉是紧俏物资，金贵的很，我哪里好意思白要你的牛肉啊？老包，看你说的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们又不是白送给你，还是老规矩，这100斤牛肉，你只能说买了5斤，只花了5贯钱。这厮说完，他后面的3个小子就把3个大布包包着的牛肉给放在你面前。我操，这回扣吃的有点狠啊！第一次带10来斤过来，只能说5斤，这次带100斤，还只能说5斤，那下次岂不是要抬头整牛过来？程公子，这是为何啊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等着用钱，都和花楼里的姑娘约好了，你赶紧把钱付了。你们这样一直偷牛肉也不是办法呀，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你们想不想做生意赚钱？想，太想了。想就跟我进去喝酒，把牛肉和牛鞭也抬进来。进了府里，你就吩咐丫鬟开始张罗下酒菜。看着桌前的这几位，不出意外，这几个小子正是自己想的那几个。这个姓程的黑脸是程咬金家的大公子程出没，脸更黑的那个家伙是迟公家的大公子尉迟宝林，这个白面书生一样的家伙是秦叔宝家的大公子秦怀道，这个最高最壮的家伙是玄灵家的二公子房遗爱。老包，你到底有没有赚钱的生意做？宝林，别着急啊，我就纳闷了，以你们的家世，不应该缺钱啊。老包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世人都以为我们家里铜钱堆积如山，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我们穷的连零花钱都没有。老包，我们家老头子虽然战功卓著，理应得到奖赏，可是陛下他也穷啊。没错，家兵要吃粮，亲兵也要管，陛下都穷，怎么可能还有钱赏赐给我们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陛下穷就让他穷呗，跟咱有啥关系？咱就自己赚自己的钱。老包，你到底有什么赚钱的生意做？快说出来。各位，
你们看看这个。你一边说一边把酒给众人倒上，看着碗中清澈见底的白酒，几个家伙彻底凌乱了。老包，你小子也太小气了吧！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，你却给我们喝白水，可没有你这样交朋友的。老包，赶紧的，赶紧把酒拿出来！不得不说，就你家这屋子里的酒香味，我还是第一次闻到。你们就不能尝一下碗中的酒吗？这特么的能是酒吗？这跟水有什么区别？简直比水还鲜！娘们急急的，我先来，我都要看看这酒有什么不一样的。牛掰呀！这可是半斤50度以上的白酒啊！你就这么一口就给闷了呀？我靠，包菜，你这酒怎么这么烈？太他妈的过瘾了！嘿，再给我倒一碗。来，干！一口下肚，几个人都出神地看着碗中清澈见底的酒水。我擦，这世上还有比三乐江还烈的酒了。包菜，你说的生意不会就是这个吧？不行吗？你们就说这酒怎么样？能不能比得过三乐江？老包，这酒怎么样？就不用说了，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可是这么好的酒，成本应该不低吧？老秦，一斤这样的白酒成本是60文左右。我靠，这酒的成本才60文，那不是要发财了？包菜，这生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我们也不心黑，我们只要你1成股份，你看如何？哎，本来还想着平分股份的，毕竟这生意能不能做成，还得仰仗他们的权势。各位，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，不是我不想和你们做这生意，主要是这生意有风险，朝廷有令，私人不得酿酒。我们现在公然酿酒，朝廷追查下来怎么办？包菜，朝廷的禁令是约束平常人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可我们就是平常人啊！看我们是平常人吗？老包，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平日里我们在长安城里哪个不是横着走的主？谁敢管？长安令敢管吗？再说了，这禁酒的事就是我家老头子管的。虽然是禁酒令，可是也有特殊情况的，比如我们就是特殊情况啊。有道理，做生意还是得跟这帮有权有势的20族合伙。你们府上的权势，我是不担心的。可是你们也只是搞定了白道，还有黑道呢。比如太原王家的三乐江，那是大唐顶级好酒，我们这酒一出来，必定会挤兑他们三乐江，到时候惹恼了王家，他们能放过我们？老包，没事的时候你别总窝在家里，也出去打听打听我们家老头子都是干什么出身。别说王家来找我们麻烦，但凡他敢对我们的酒水说风凉话，那我们家就要发财了。没错，我家老头子一直私底下嘀咕着，要不是因为这天下是陛下的，都准备重操旧业了。现在我们光明正大的赚钱，还有人敢来捣乱，这得吃了几个雄心豹子胆。哈哈，妥了，有这几个家伙在，谁还敢来找咱麻烦？行，既然兄弟们都想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发财。这样，我给你们1人1成干股。但是兄弟们平日里还是需要照看一下我们的店铺和工坊，不能让人来捣乱。当然，也不能白照看，得给工钱。亲兄弟明算账，分红是分红，工钱是工钱。听到包菜这话，几个家伙那是太兴奋了。这属于是天上掉馅饼了，本来就是准备过来卖牛肉的，结果给整了个这赚钱的生意。现在我们需要准备酿酒的工坊、卖酒的店铺，还有人工。工人没什么要求，能干活就行。不过一定要信得过，不然把我们的技术给泄露出去，我们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是乡下人，对于这些没有门路，这得你们准备。不过不是白用，工坊和店铺是要出租金的，工人也要发工钱。老包，这都不是事，我们府上都有工坊和店铺，只是做生意赔本了，一直空在那。还有人工，那更简单了。我们府上的亲兵有不少年纪大了退下来的，他们虽然上不了战场，可是干活还行，都是和我们家老头子出生入死挺过来的，肯定忠诚。来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几个家伙起身出门后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这一天跟做梦似的。老秦，我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？没忘记啥呀？2、3、4，兄弟都在呢，没落下谁呀？我们一开始是来干啥的？卖牛肉啊。那牛肉呢？卖给老包了。钱呢？我操！老包怎么还在睡？赶紧起来，我们酿酒去。在程处墨他们的死拉硬拽之下，你糊里糊涂跟着他们一路往长安城西城赶去。老包，这就是我家的工坊。昨天我跟我家老头子说，我把工坊租了出去，我家老头子难得还表扬了一次。看到程处墨兴奋的表情，你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同情之心。第一次表扬，那以前都是打骂喽。这厮能长这么大，真是不容易。
老包，我家东城那边有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店面，就留给我们卖酒水用。我说我把家里的店面租了出去，我家老头子也表扬我了，说我干得不错。老包，你看工坊里的那帮人，都是我家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亲兵，还有一些是老程和宝林家的。包菜跟着程初墨他们进了工坊后，立马被眼前的100多位大叔给惊讶到，这绝对是正规军退下来的军魂。不说别的，就冲人家那刚毅的眼神就知道，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兵痞子出列向包菜施礼说道：周瘸子带兄弟们多谢公子，实不相瞒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这帮废物有多难。那公子，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？我们要干的活非常简单，就是点火烧锅，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有一点，必须保密。这工坊里所有的一切都得保密，一丁点消息都不能泄露出去。听到包菜这话，一帮老兵痞子顿时不满地嚷开了：公子，你说这是什么话？信不过我们呀！别说就是这点生意，就是这工坊里有座金山，我们兄弟都不会动心。没错，想当年我们跟着老国公去攻打王世充时，我们几个兄弟被对方生擒活捉了，他们严刑拷打了我们3天3夜，我们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我们出来混，讲的就是一家子。听到众人这话，包菜也没说什么，毕竟此时此刻自己也只有相信他们，不相信又怎样？除了他们，还有谁值得相信？老包，他们绝对信得过，你就说该怎么干吧。老秦，你带人去买锅，买20个，要大还要去铜匠铺买铜板，铜板也要20个。听到包菜这话，秦怀道就接过包菜手中钱财，带着几个老兵痞子就急冲冲地走了出去。老程，你去买陶罐，我们酿出酒可是要有东西装的。宝林、老房，你们2个去收购米酒，不要讲究口感，是米酒就成，越多越好。看着4个家伙离开，剩下的老兵痞子就眼巴巴地看着包菜，生怕自己没活干了。你们开始架锅，就用那边角落里的青砖，先架20口，以后等生意好了，我们再扩大规模。老兵们二话不说都开始干活，走路都带着小跑，满脸都是汗，也来不及擦，没有一个摸鱼的。尤其是领头的周瘸子，走路都东倒西歪的，干起活来那是一个顶俩。马德，这帮人如果是在后世，那妥妥的是资本家剥削对象。老周，慢点，咱这不是上阵杀敌，不用这么拼命。公子，这可不成，我们吃你的饭里怎么能偷懒？公子也别担心，我们这帮人有的是力气，这点小活算不了什么。哎，多么可爱的一帮人啊！这要是在后世，妥妥打螺丝好手。经过一帮不偷懒人拼命的努力，2个时辰后，20口锅全部完工。此时出去的4人带着老兵们也都回来了。包菜吩咐老兵直接把锅放在刚刚架好的锅台上，把米酒倒入锅中，再用铜板给盖上，然后就开始大火烧锅。老房，这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？对呀，就这么简单。过了一会，米酒已经烧滚，铜板上已经有水蒸气汇集，包菜就吩咐老兵痞拿酒坛子接住，看着一坛坛清澈见底的蒸馏酒出来，还伴随着阵阵酒香。程初墨他们惊呆了，一个个闻着酒香口水直流。夕阳西下，一天的工作结束，包菜知道得给众人画大饼了，人家拼命的干了一天活了，得给人家点甜头。各位都辛苦了，我们这酒是要卖钱的，我们赚钱了也不能亏待了大家。你们今天的表现我也看了，干活都跟拼命似的，得给你们发工钱。公子，我们这帮人除了砍人也不会别的，至于公子说的发工钱，我们也不在乎，我们就想喝酒，说出来不怕公子笑话。闻着这酒劲，我不知道都咽了多少口水，只要公子给我们酒喝，什么工钱不工钱的，我们才不在乎。酒管够，只不过白天不能喝，酒后误事，不用我说，大家都懂。等晚上下了工，这酒水你们随便喝，不过你们只能在工房喝，可万万不能带出去。这酒在工坊里，那就是米酒蒸馏出来的，一旦出了工坊，那就是堪比三乐江的好酒。我再重复一点，这蒸馏酒的技术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程初墨他们也轮番上阵，又是恐吓又是讲感情的。包菜知道这帮小子终于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。各位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你们的工钱就定为500文1个月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我们生意好了再给你们加。公子，我们不要工钱，平日里我们也不花钱，只要不饿肚子，有酒喝就成。没错，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什么工钱？就是呀，公子，500文1个月，这工钱比别的工坊大工匠都多，我们就是废人，哪里能要这么多工钱？各位，你们的意思我懂，可是我们做人得有追求不是？我们辛苦1个月了，
到了月底口袋里有点闲钱，是不是可以到花楼里体验一下生活啊？咱又不是没有这条件，干嘛不去？你们想啊，天天跟一帮比自己还硬的家伙相处，多别扭啊！咱怎么着也得去尝尝软的味道吧。看着重兵痞不知道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害羞而潮红的脸，你知道他们上当了。各位，你们想想看，连你们有功劳的人都生活窘迫，那些委身于花楼里的姑娘日子能好过吗？他们不容易啊，天天迎来送往，千人骑万人跨的，太难，太缺男的了。现在大唐正儿八经的小姑娘都缺男人，他们肯定更缺。我们不能让他们日子过不下去，不是？我们得去照顾他们的生意，这是行善积德的好事，我们可不能铁石心肠。我去，这话还可以这么说，连逛花楼都成了行善积德的好事了。公子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去织布工了。大家都听着，等下吃了饭，大家全都去加班，钟家比脸，咱们得兜着。听到这，一帮老兵痞立马嗷嗷叫，跟发情的狸猫似的，看着你这般骚操作，程初墨他们懵逼了。第二天，你就跟着尉迟宝林他们到长安城主城的店铺去查看情况。不得不说，店面位置不错，在街道的拐角处，人流量非常大。宝林，你家这店铺位置这么好，怎么一直闲置着呀？好什么？做了好几种生意，最后都赔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关门闲置着。在这种繁华地段做生意还能赔钱，那得多蠢！宝林，你都做了什么生意？我第一次做生意是做当铺生意，结果收了假货，赔本关门。第二次做生意，我卖丝绸，结果因为我好心帮人家量尺寸，被说是耍流氓，最后关门。宝林，这不应该吧？以你的身家，收几个假货就关门了？不是一个，是好多个，真是奇了怪了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假货往我这送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你特么的收假货都不知道，人家不往你这送，往哪送？那丝绸生意呢？以你的家世，有一个两个告你耍流氓，你还搞不定？不止一个两个，是好几十个，这能怪我吗？他们长得那么好看，我能忍的呀？你是怎么给人家量尺寸的？脱衣服量啊，这样才准吗？我操，牛逼！就你这样的，如果做生意还能赚钱，那真是没天理了。老包，我们得给我们酿的酒取个名字啊，这没有名字可不成。叫什么呢？这取名字可跟后世写网文一个意思，你名字没取好，就算你写的再好，那也是无人问津，必须给整个高大上的名字。我们就叫四乐江，压他三乐江一头。那还不如叫五乐江，压两头。哎，还是叫万乐江吧，压很多头。嗨，指望这帮小子是不成了。在后世，最牛的酒当然是某台某业某河了。既然想不出名字，咱就各取一个字。我们的酒就叫荷叶台，怎么样？荷叶台这个名字霸气，就它嘞。老包，我们的荷叶台怎么卖？价格怎么定？我们的成本是60文一斤，三乐江市场价是100文一斤。我们这酒明显比三乐江要好，价格必须比三乐江贵一点才行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太心黑，就1000文一斤吧。我去，不心黑还1贯钱一斤，要是心黑呢，那不得天价呀！老包，这不行吧？你这也太贵了，谁会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酒喝啊？就是啊，别说其他家庭，就算是我们国公府，也不可能天天喝这个酒啊。谁跟你说我们这酒是卖给人喝的了？我们卖的不是酒，是礼。买的人不舍得喝，喝的人不用买，是不是就完美解决了价格太高的烦恼了？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呀？得，你是大股东，你说了算。那明天我们就开始卖酒，你们得从你们府里抽出一些丫鬟和小厮过来帮忙。我有10房妾室，天天在府里混吃等死的吃白饭，明天让他们都来帮忙。我也有10房妾室，明天也过来。我有12房妾室，明天也过来。老包，你看明天都要开张了，我们是不是得去花楼庆祝一下？你如果不去，就借点钱给哥几个呗，等明天卖酒分红后，立马就还给你。老程，你家不是有10房妾室吗？还去花楼干嘛？别提了，那都是一帮小丫头骗子，他们不懂得配合，大劈叉、小劈叉、老树盘跟倒挂拉一样都不会，没劲。包啊，你还没去过花楼吧？你都不知道花楼里的姑娘有多带劲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没有你不知道，只有你想不到。怎么样？要不一起去啊？娘生怕自己女儿熬夜受不了，就想着给你多找几个老婆。慧儿，你不觉得我们家人太少了吗？娘，我已经很努力和夫君生猴子了，可是这事也急不得呀。要不你和阿爹也加油，给我生个弟弟妹妹。阿娘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得找姐妹了？包菜本事那么大，肯定不能就你一个屋里人。再说你也受不了的嘛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全凭阿娘做主嘛。
晚上你从酒铺一回到家，就发现家里多了不少丫鬟。欢迎公子回家。哦，看着如花似玉的丫鬟，你顿时心猿意马。哎呦我去，还得是丈母娘啊，够意思。你刚进了书房，一个丫鬟就端着洗脸盆跟着进来。丫鬟蹲在那帮着脱鞋袜给你洗脚，自己的臭脚被小丫鬟柔软的小手一搓揉，顿时美得一批。马德，这万恶的旧社会真好啊！意犹未尽的包菜低头看了丫鬟一眼，居高临下，视觉盛宴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哇哦，这也太 big 了吧！那什么，你叫啥名啊？回老爷的话，奴婢媚娘。不会是哪位大神吧？那什么，你姓什么？奴婢姓武。还真是啊，在后世看穿阅文，只要过来随随便便就能遇到女皇。当时自己还不信，这不自己家招个丫鬟都能招到女皇。此时你不由自主地对丈母娘刮目相看，岳母可以，好好的一副牌，愣是给打得稀巴烂。你是什么牌面啊？你是什么级别的选手啊？你敢招惹女皇，她玩你比玩男人还简单。那什么，你先起来。听到这话，媚娘就站了起来，还故意挺了挺自己引以为傲的胸脯。媚娘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应国公府的千金大小姐，你怎么会到我府上做丫鬟？看到你识破了自己的身份，武媚娘很是吃惊，随后又柔声梨花带水的说道：什么国公府的千金大小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奴婢现在只想赚钱养家糊口。老爷，奴婢阿娘和妹妹还在破庙饿肚子呢，奴婢急需用钱。武媚娘说到这就停了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冲包菜抛媚眼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很是干脆。媚娘，你以后就在府里住下来，我先给你点钱，你赶紧回去给你阿娘妹妹买点吃食，然后再租间房子度日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你说完就拿出一包铜钱，足足有10来贯，递给武媚娘。武媚娘也不客气，直接接过包菜递过来的铜钱，然后一边拉着包菜的手往自己心口按过去，一边说道：老爷大恩大德，媚娘没齿难忘，老爷今日的恩情，媚娘记在这儿了。随后武媚娘拿着自己的手往里面塞进去，包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当包菜意犹未尽之时，武媚娘又娇羞地说道：老爷，奴婢这就去安顿家人。嗨，到底是女皇啊，瞧瞧人家这节奏掌握的妥妥的。第二天，你早早地来到了白酒店铺。昨天房姨艾内斯给取了个很雅致名字，醉生梦死坊。到了酒房，包菜就发现程初墨他们竟然没来，只有他们府里的一帮女眷在叽叽喳喳的吵闹，还有10来个小厮在闲聊。公子可是包菜？没错，你哪位？奴家是卢国公府大公子屋里的，为了店铺的事，我家相公昨夜直接忙到今天天亮才回府，他让奴家带着姐妹过来帮忙，一切都听包公子的。我家相公吩咐说了，无论包公子想要奴家干什么都成，如果包公子愿意，奴家就是包公子的了。嫂子，咱们不开玩笑哈，我们马上就开张了，等下肯定忙得不行。这样，你带着众位嫂子去烧点茶水，等下喊得口干舌燥的，也好润润嗓子。听到你这话，一帮女人赶紧一窝蜂地往后院走去。你搬一坛酒，要10斤装大坛的，到门口去，等下有客人过来，可以免费分给让他们品尝，记住了，每人只能1口，1人1口。公子，白送啊！白送，不要钱。听到这，那小厮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搬个酒坛子往门口走去。接下来包菜也没闲着，直接到隔壁的一个装裱店铺去让店里加急给整了几副牌匾挂上。首先是挂在门头上的店名醉生梦死坊，然后就是挂在大门两边的一副对联：晋华堂品香劳杯里乾坤大，迎显客书情感世间有异常。接着就是几句挂在店内的广告词：我们卖的不是酒，我们只是琼浆玉液的搬运工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荷叶台，荷叶台赠送亲友首选备有面。随着街面上的行人慢慢多了起来，门外等着免费品尝荷叶台的队伍也越来越长。此时的你高兴坏了，可真为是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掌柜的，给我来1斤。妈的，刚刚排了半天的队，就尝了1口，再去排队，老子不乐意了。老子又不差1点，买1斤回家喝个痛快。掌柜的，给我也来1斤，不就是1贯钱吗？老子也喝得起，只是少完几个婆娘的事。婆娘再香，哪里有这酒香啊？掌柜的，给我来10斤，我家老爷明天请客吃饭，必须整点高档9成炒面。掌柜的，给我来5斤，明天我要请女婿，老夫的闺女终于嫁出去了，是隔壁那条街上众家的嫡长子，不容易啊！闺女终于嫁出去了，不用衙门指婚了，明天必须把女婿招待好。就在包菜听着众人的声音出神之际，一个伙计走过来，小声地冲包菜说道：掌柜的，
外面有人来者不善，好像是来砸场子的。听到这，你一点也不意外，这肯定是王家人无疑了。你听好了，等下如果打起来，你躲得远远的，让他们砸。一定要记住，出门在外，凡事都要先保全自己。良心啊，掌柜真良心啊！你出门后，正看到王不仁带着一帮人虎视眈眈地看着这边。王掌柜的，这么巧啊？是不是想买酒啊？快，里面请，优先卖给王掌柜的。小子，你的酒，老夫要入股，给老夫5成干股。你这酒继续卖，不然你这生意就别想做了。王掌柜，想做梦得回家，躺在床上多舒服啊！好，好，好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英雄出少年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敢跟老夫这么说话。包菜，你很好。王不仁说完，一边注视着包菜，一边带着众人离开。王掌柜的，这就走了，也不进来坐会儿吗？咱们都是老相识了，你没钱就明说，这酒啊，我送你一坛子。掌柜的，你点个头，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的酒坊给砸了，一个小小的赘婿，还反了天了他。王掌柜，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的荷叶台在下场了，那是真不错，不是你的三乐江能比上的。据在下所知，贵府一半的收入都仰仗着三乐江，如果三乐江都倒下，那王老爷你的苦日子就来了。哼，算不了，老夫这些年可是给了县令杨不畏那丝不少好处，现在也该他出力了。来人，备车。王开业当天，人山人海，就连县令也前来捧场，可却被打成大猪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刚刚，你们掌柜的呢？快出来，我们县太爷杨老爷来了。我去，还真小瞧王不仁这厮了，人家不跟你动粗，直接把县太爷给整来了。杨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看着包菜其貌不扬，年纪轻轻的热脸相迎，杨不为心头立马松了一下。你就是掌柜的？看到杨不为冷着脸上纲上线的说这话，包菜就知道这厮铁定是来找茬的。你去通知那几位掌柜的，让他们赶紧过来，就说有人来砸场子。回杨大人的话，在下正是这店铺的掌柜的。看着笑容满面的包菜，杨不为理都没理，直接带着2个衙役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店铺。闻着店铺里绕梁3日而不散的酒香味，杨不为直接上手拿起荷叶台就喝。不错，这酒味不错，怪不得能让王不仁那王八蛋如此忌惮，人家这酒可比三乐江好太多了，还不错，能喝，你们2个也尝尝。本来就馋得口水直流，现在领导又开口了，衙役哪里还会客气，直接提着酒坛子就是一通的猛灌，就那喝酒的架势，看着都胆战心惊，这可是50度以上的蒸馏酒啊！虽然是酒坊里的小厮，可人家都是国公府过来的，什么大人物没见过呀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就是陛下那也是见过的。不要管他们，让他们折腾。包掌柜的，你小子可以啊，竟然领了这么多妾室，看来你家底挺厚啊。杨大人误会了，这不是在下的妾室，这是在下朋友的。此时那2个衙役酒劲上来了，淫笑着走向程初墨他们的妾室。看着醉醺醺的衙役，女眷们哪里能绷得住，赶紧往包菜身后躲去。包掌柜的，这些女子可否成亲了？有没有到年龄？一会儿都跟我们到县衙走一趟吧。杨大人，不可，这些女眷都是有夫之妇，她们都是在下朋友的妾室，万万不可动粗。你朋友的妾室，你小子千万别告诉老夫，这酒坊也是你朋友的。杨大人，不得不说你太精明了，不愧是我们的父母官，一下子就看出来这酒坊也是我朋友的。还真是啊，酒坊是朋友的，妾室也是朋友的，这么好的朋友还有没有？给老夫来一打。包掌柜的怎么不说话了？继续说啊，你朋友是谁呀？你惹不起的人。朝廷可是有禁酒令的，没有批文不得售卖酒水。你的批文呢？拿出来看看。房玄龄就是管这个的，有房遗爱在，还怕拿不到批文吗？看着包菜笑盈盈的把批文拿给自己，当看到最后落款是中书令，立马就认定是假的。大胆刁民，竟然敢伪造中书令的批文！来人呐，拿下，带回衙门严加审问。还有店铺也给封了。对了，这些酒全是赃物，全部带回衙门。还有那帮妇人、是人证也都带回去。这厮怎么什么都要，什么都管？这要是在后世肯定姓程。看着2个喝得醉醺醺的衙役准备动手拿包菜，店铺里一个年纪稍大、一脸凶狠的伙计走过来护着。嘿，公子，一个小小的县令，还是太原王家的门生，不足为惧。现在陛下正和世家打擂台，水火不容，他成不了气候。前面还要做生意呢，去后院吧。好嘞，不要多长时间，一会就完事。公子请稍后。
嘿嘿嘿，杨大人，这前厅人多嘴杂，不方便说事，我们到后院去详谈。瞧，这不就上道了吗？咱是谁啊？咱可是有2张口的官，想怎么拿捏你，咱就怎么拿捏你。好说，亏你小子还是做掌柜的呢，都不如一个伙计活得通透。马德，让你嘚瑟，有种等下你别喊。嘿，你们家掌柜的挺腼腆啊，还不好意思了？不就是送礼给老夫吗？这都是人之常情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看你小子也是个大老粗，不难为你了。我要3成9房的干股，还有每个月给我送1000斤那什么荷叶台的酒到府上。对了，还有刚刚那几个娘们也给我送到府上。杨大人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有的话就赶紧说，不然等会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其他的要求暂时也没啥了。哦，对了，铜钱也给老夫送几千贯过去，这不是老夫要，是给底下兄弟们分。你干嘛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快停下，受不了了！你这厮太狠了，下死手了，老夫可是县令。别打脸，小子，你够狠，算老夫看走了眼。不过你也别得意，这事不算完。郎君，就是这3个王八蛋，他们刚刚调戏奴家，要不是包兄弟拦着，奴家就没脸见人了。郎君，他们说要奴家给他们生猴子。你们就没提你男人的名号？提了，就因为提了郎君的名号，他们才调戏奴家，还说你们中看不中用，营养辣枪头，时间还不如突突呢。听到这儿，你不由得给一众嫂嫂们竖了大拇指，真他妈的给力呀！此时此刻，程初墨他们哪里还能忍？还做生意呢？去后院。你们太大胆，不但伪造中书令的批文，还敢殴打朝廷命官。伪造中书令的批文，老房怎么回事？你家老头子造假坑儿子？误会，下官不知道这是几位公子的产业，事已至此，下官认在，只不过希望各位公子下手轻点，别打脸。这都1刻钟了，后院还跟杀猪似的。在足足享受了半个时辰后，杨不为用衣服蒙着早已肿得跟猪头一样的脸终于出来了。几位公子，今日冒犯了，改日下官做东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对了，刚刚下官喝了贵店几坛美酒，这是酒钱。王掌柜的，县太爷他不愿见客，但让在下给你带了话，他说那个包菜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，让我们消停点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此时王不仁陷入了沉思，不可能啊，包菜那小子就是曹家的上门女婿，怎么可能让杨不为如此忌惮？老赵，你说说看，杨不为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掌柜的，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杨不为在害怕什么，不过我们可以推理一下，在长安城，连陛下都得给我们施家面子，杨不为又是我们王家的门生，谁敢不给他面子？今天我们去拜访他时，他还是很乐意和我们合作的，可是这一转眼的功夫就变卦，这说明他接到了他惹不起的人命令了。老赵，有什么话你单说无妨，此地只有你我2人，不必拐弯抹角的。掌柜的，要说杨不为惹不起的人，那首选就是咱们王家啊，他本身就是王家的门生，肯定要对王家言听计从。老赵，你的意思是我大哥那边盯上了这单生意？王八蛋，他们长房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家业，房产、田地都给他们了，现在竟然连这点生意也要抢，还让不让我们叔叔活了？也就是老子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，不然定要学李老二。掌柜的，意在下之意，我们倒不如先下手为强，今天晚上堵住包菜，把他的酒水配方给抢过来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他就是一上门女婿，有什么好顾忌的？老赵，你说的对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老夫一时半会还没想到，今天晚上就动手，一定要让包菜那厮知道什么是怕。看到王不仁脸上狠意渐浓，赵无德知道接下来的事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。你们神仙打架，咱们小鬼就别往上凑了。掌柜的，你先忙，我到当铺那边去看看。赵无德走后，王不仁陷入了沉思，那是越想越气呀。王家的资源都被长房霸占，杨不为那王八蛋是长房的门生，他肯定是帮着长房。而最近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包菜，不但盘下曹家当铺无望，那厮竟然还整出了荷叶台，这可是要命的东西。只要荷叶台在，自己的三乐江哪里还有立足之地？万一荷叶台再被长房那边弄过去，那自己这辈子就只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了。来人呐！你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跟我去办点事，把兄弟们全带着。老爷要不要带家伙？就是问几句话，应该不至于见血。
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带着吧，有备无患。你现在就派人去盯着那个包菜，找机会把他给截下来。明白。这个穿越者用几口锅、几个锅盖，再加一把大火，做出了这个时代没有的蒸馏酒，却遭到一群人围殴，但他却毫不担心，反而乐开了花。接上集，在酒坊打烊后，你和程初墨他们边喝茶边等着旁边的伙计搂账。各位，等下我们要不要去花楼耍耍庆祝一下？哦，宝林，昨天你们不是刚去庆祝过？老包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昨天是庆祝酒坊今天开业，今天是庆祝酒坊顺利开业，这是两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去，你家的老母鸡要是生蛋了，是不是也得到花楼里去庆祝一下？各位掌柜的，上楼出来了。今天我们一共卖出3650斤酒水，一共是3650贯钱财。这是账本，你们过目。不用看了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信得过。这样，我们拿出3000贯钱财来分红，剩下的就放在公账上做本钱，扩大规模。3000贯钱，程初墨他们一成干股，每人都能分到300贯钱财。几个家伙顿时来了劲，大家正忙着数钱时，武媚娘一脸汗水的跑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王家又去当铺找麻烦了？没有，今天早上他们倒是来了，不过没一会就又走了。老爷，今天你们是不是把万年县县令给打了？不是我打的，我哪里有那胆子？是他们打的。这帮20族哪里会怕一个小小的县令？老爷，我着急过来自是为了这事。今天衙役上门这事和王家脱不了干系，他们没有得逞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今天晚上他们就会找老爷你的麻烦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得小心啊。对呀，明的不行，人家就来暗的呀。人家也不是非要入股你的酒坊，只要把你给抓住，然后把配方给整出去自己酿酒，还不是一样的结果。媚娘，你先回去告诉夫人，让他们今天晚上不要出门，剩下的事你们就别管了。老爷，王家可是太远王家的旁支，他们家大业大，府内家丁众多。媚娘，你看到那边那4个猛男了吗？你常年生活在长安城，应该认识他们的。有他们在，王家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老爷，这是个机会，王不仁隔三差五的和我们过不去，今天是借刀杀人的绝佳机会，千万别放过了。女皇不愧是能说出欲成大事者，至亲皆可杀的狠人啊！老包，怪不得你小子从不去花楼呢，原来房里有这么漂亮的美人，你小子有一套，美人都追上门来了。老程，其实这也没啥，主要是咱有特长，你懂的。老包，说句实话，你有多长？宝林，你这话都多余问，男人这个是有规律的，都是和自己手掌夹中间手指头一样长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有那么长？你以为你是驴啊？我们人类最多就小手指那么大。这厮不到衙门领媳妇，会不会不是为了娶公主，而是另有他情啊？看到众人诧异的目光，不知道房遗爱在想什么，竟然很嘚瑟，跟打架胜利后的大公鸡似的，头抬得高高的。哥几个，兄弟，我遇到大麻烦了。老包，怎么回事？遇到什么大麻烦了？我倒是想看看，这长安城还有谁敢找我们的麻烦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今天你们没来时，三乐江掌柜的王不仁那厮来过，他想和我做这和业台生意，然后把你们给踢出局。老包，那你怎么说？我还能怎么说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那都是过命的交情，你说我能同意吗？后来衙役过来，肯定是王不仁那王八蛋捣鼓的。白天没分到股份，王不仁定然要黑夜里截住我，逼问和业台的配方，而且很可能今天夜里就会动手。你回去通知府里的家兵，让他们过来帮忙，要快。此时包菜内心是慌的一批，明知道王不仁今天晚上很可能会动手，自己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上路，怎么可能不慌？王不仁啊，王不仁，你可千万别犯傻放冷箭啊！你得出面和咱盘道，然后找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引诱咱说出和业台的配方，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。王掌柜，这么巧？包菜，这可不是巧，老夫等你多时了。等我干嘛？老王，你家是不是有到了年纪还没嫁出去的闺女？又或者说你女婿不行，准备找帮手？其实这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你得给我准备些可口的饭菜，毕竟这是体力活不是？包菜，咱们都是明白人，就没必要拐弯抹角了。实话跟你说了，老夫对你的荷叶台是志在必得。今天老夫过来就是想知道你的荷叶台是怎么酿制的，有钱大家赚吗？吃独食可不成。老王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吃独食确实不成，不过我也没吃独食啊，我有股东的，都是你惹不起的人，我劝你赶紧离开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不然这事可不能善了了。包菜刚说完，狗腿子赵无德就带着10几个打手从旁边的巷子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，看着自己这边人多势众，王不仁的气势一下子就上冲了上来。小子，现在还敢说大话吗？你不是有老夫惹不起的股东吗？
出来呀，让老夫见识见识，在这长安城，难道还有老夫惹不起的人？王不仁，你这老小子长得不咋地，口气倒不小。此时的王不仁很是纳闷，这4个家伙怎么会和包菜搅和到一起了呢？这4个家伙在长安城可谓是日天日地日空气无所不日般的存在，平日里看谁都不顺眼。就在王不仁迟疑之际，从4面8方出来上千壮汉，那都是程处墨他们家上过战场杀过人的狠角色，眼神里透露出的那种凶光，可不是你想装就能装出来的。包老弟，误会误会，哥哥就是跟你闹觉呢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真是的，这样明天我摆台子给各位赔罪，就在我王家的天香楼，就是你们的荷叶台。老王，你平日里没少找我老丈人麻烦，这笔账可不能就算了，以后做人低调点，这世道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。相公，王家没找你麻烦吧？找了，不过已经搞定，咱现在也属于是有靠山的人，不怕。不说这些了，来，媳妇，让夫君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相公，没想到我还真是捡到宝了，你竟然连困扰我们曹家多年的王家都能搞定。相公，你躺下别动，奴家伺候你。